美军 F-35C 坠入南海后，随即展开打捞工作。为何美国人如此担心中国会抢先一步？中国是否比美国更有能力捞起 F-35C？又有哪些事例可以证明中国打捞团队的专业性？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南海掉了一架 F-35C 战机一事早已尘嚣甚上，而美国媒体则将此事形容为中美打捞竞赛。因为美国人开始担忧中国人会通过打捞 F-35C 残骸而获得先进的雷达和隐形技术。美国第7舰队发言人则表示，无法推测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意图是什么，因此美军内部也下了死命令，那就是一定要最先找到失踪的 F-35C。然后事发地点位于南海深处，事发海域平均水深4000米左右，打捞难度相当大。美国人自己也承认，打捞船到达现场需要10到15天的时间。具体的打捞工作可能还需要120天。在南海打捞飞机这件事上，美国并不比中国有优势。另一方面，此前卫星图显示，在卡尔文森号航母训练期间，中国2艘054A 正在严密监视美军航母战斗群，因此中国海军大概率是知道事发情况以及 F-35C 具体坠海地点的，而其洋流的走向使得打捞工作进行得越迟，飞机残骸会更向西北靠近，也更接近中国领海。且不论中国会不会做出相关动作，中国是否比美国更有能力捞起掉落在南海的 F-35C 呢？美国人倒是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劣势，整个准备周期需要4个月，那么中国又如何？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些事例来说明。其实中美之间的打捞竞赛早在40年前就发生过。1980年，中国首次试射洲际导弹东风5，当时东风5成功降落南太平洋预定地点，这也标志中国拥有洲际导弹打击能力。而在试射完成后，中国需要得到东风5火箭残骸上的数据仓以做分析。另一方面，美国通过卫星已经得到中国试射东风5的信息。西方国家试图先于中国捞走东风5的数据仓，以破坏中国的导弹研发工作。一场中西方之间争分夺秒的打捞竞赛就此展开。由于东风5导弹试射被命名为580项目，因此打捞任务也被称为580任务。而试验海域距离中国本土有9300公里，中国此前并没有远洋打捞的经验，又有豺狼虎豹环伺，整个任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1980年5月，中国组建了一支规模空前的远洋打捞团队。整个团队总共有3支编队，包括远洋通讯船、海洋科学考核船、远望号测量船等负责勘探的船只4艘，远洋拖船、打捞救生船等负责打捞的船只6艘，另有2艘远洋油水补给舰。而除了这些作业船只，整个编队还包括了6艘导弹驱逐舰以及直升机编队。之所以要为远洋打捞编队配备导弹驱逐舰，也是为了应对特殊情况。而这种特殊情况很快就发生了。在中国的远洋编队进入到试验区海域时，随即澳大利亚驱逐舰11号赶过来了。很快，解放军131导弹驱逐舰迎来，过去挡住澳大利亚导弹舰，双方周旋了2个小时，最终澳大利亚驱逐舰被逼退。随后进入试验区海域后，又发现澳大利亚 GT-203 号训练舰和新西兰莫诺威号打捞船正在往试验海域赶来，随即解放军106导弹驱逐舰与108导弹驱逐舰分别将其钉死，使得这2艘船未能进入试验区。在打捞作业开始后，2架美军飞机在50米超低空盘旋，并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纳浮标，试图抢先一步打捞导弹数据仓。见到此景，中国打捞加快了打捞节奏，最终中国的1架直升机率先发现数据仓，并且降下潜水员。在潜水员完成绑定作业后，数据仓被直升机成功运回到打捞船上，整个过程仅用时5分30秒。事后，中国团队表示，如果当时晚了1步，那么东风5的数据仓可能就被其他国家给捞走了。那么所有工作都将前功尽弃，也就是在580任务中，西方国家多次进行阻碍。因此，很多中国网友都认为中国应该去南海打捞 F-35C。毕竟美国人做过不道德的事情，中国人也不能客气。不过，从580任务中我们也能看到，中国当时虽然远洋打捞经验不足，但通过周密的计划弥补了自己的短板，在与时间赛跑中获胜。而40年后，中国早已成为全球打捞实力最强的国家。
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世越号沉船事件。2014年4月16号，7000吨级货船世越号在韩国全罗南道真岛郡关美岛西南方向约3公里海上沉没。当时船上有成员476人，由于沉船船体的部分性崩塌和障碍，导致搜索几乎无法进行。加上韩国搜救团队救援不力，事故造成296人死亡，142人受伤，8人失踪。韩国政府遭到前所未有的批评。当然，这都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。2015年4月，韩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，启动打捞世越号工作，但由于打捞难度极大，打捞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任何进展。于是乎，韩国政府决定找一个外援，而当时全球最专业的打捞团队就在中国。2017年3月22号，世越号的联合打捞作业正式展开，上海打捞局成为打捞主力。上海打捞局隶属中国交通运输部，是中国最大的抢险救助打捞专业单位之一。3月28号，世越号成功打捞出水，韩国人几年搞不定的事情，中国团队仅用6天完成打捞任务。据获悉，当时上海打捞局给出了一份打捞方案，在世越号船舱内不断注入空气，使船体抬离海底，然后通过钢架连接起重船，将它抬升到安全水深，最后把世越号拖进半潜船，通过船坞排水作业将船体打捞出水。而这个方案最终被韩国政府所采纳。整个过程中，中国团队先后出动船只3000多艘次，水下作业的总时间近1.3万多小时。350名中国员工参与了本次打捞。在世越号打捞出水后，由中国当时建造的最大半潜船白色马林鱼号将其装载运送。这艘半潜船有13层楼的高度，最大举力达到7.2万吨。中国打捞团队一气呵成，使得世越号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打捞世越号沉船也让中国的打捞团队一举成名。当然，上述案例与本次 F-35C 坠海还是有差异，毕竟 F-35C 不会静静躺在海底等着船只来打捞，具体的打捞地点也是未知的，美国人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中国人有动作，因此谁能先找到坠海的 F-35C 才是关键。而相对于美国来说，南海相当于中国的主场，中国在这方面自然更有优势。实际上，由于中国在近海遭到国外密集的间谍活动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了大量反侦测工作，尤其针对水下目标。且不论中国已经在南海地区建立了严密的雷达与卫星监控网络，掌握南海的一举一动。就在不久前，还有媒体爆出中国渔民捞起多个国外的间谍潜航器，惹得西方喉舌直呼中国渔民的海上民兵。光是最普通的渔民都是美军打捞 F-35C 的阻碍，更何况中国拥有更专业的打捞团队。